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旅途中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带了现金却发现只能用金融卡支付，或者打算一卡刷到底的时候却被告知只收现金。尤其是在现金为主的日本旅游时，是否有考虑过要带厚厚的现金还是金融卡比较好呢？我们这支影片将会带大家快速的了解在日本消费付款时的几个重点。虽然日本普遍为安全，不用怕在路上被抢，但也不代表把一叠叠的现金常带在身上就会比较方便。所以这边就帮大家整理了在日本大多数只收现金的场所。在日本必去的地方之一就是众所皆知的能量景点了，比如神社以及寺庙。在这些地方，除了祈祷时所需要的硬币以外，祈福所需要的御守、抽签、一足印，几乎都只收现金。虽然部分神社以及寺庙近日已经导入现金以外的支付方式，但是普通还是以现金为主。拉面是在日本旅游时使用味蕾去了解当地文化以及历史的方式之一。说到拉面店，大多数的店都是采用点餐机的点餐模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需要到类似这种机器购买想吃的拉面，付款后就会收到一张餐券，最后再把这张餐券交给店员，就可以等食物上来了。而这些餐点机有很大的几率只收现金。为什么要说大几率呢？因为现在开始也逐渐延伸出了使用 QR Code 支付端，可是以个人经验来说，目前这还只是少数。所以为了提升可以吃到心仪的拉面，准备好一些现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安全的。顺便一提，不少的路边摊、移动贩卖车，又或者类似福冈著名的台屋，也是以现金为主哦。说到交通，大家应该会想说，在日本乘搭电车使用交通 IC 卡，当然比使用现金还要来得方便以及快速。但其实在许多偏僻及乡下的车站都是无人车站。所谓的无人车站是指没有车群人员的车站，一般这些电车叫做ワンマン卡。简单来说就是乘搭费用都在电车内支付，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都只收现金。另外，像是市区内的巴士，也有一定的几率遇到只收现金的情况，又或者只支援在地交通 IC 卡而被迫使用现金的情况，所以要注意哦。最后就是在日本自驾时需要停车的事情，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投币式停车场。这类停车场主要以现金支付，但是近期也开始有许多的停车场开始支持金融卡以及交通 IC 卡的支付。除了乘搭费用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车站所使用的一些设施，比如车站的置物柜、充值 IC 卡的机器、自行车停放所、自动贩卖机，都有极大的可能需要使用现金支付。所以如果有这些需求，都会建议准备好一些现金，尤其是零钱在身上哦。无论住在哪里，想必洗衣服也是一个必做的事情。在日本，多数旅馆都会有一个洗衣区，在里面基本上都会设置不少的投币式洗衣烘干机。就如其名，这些都需要拥有充足的硬币才可以使用。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考量，还是建议准备好一些备份的现金哦。在日本也有其他概念商品，比如无人饺子店或者无人商店，这些店也有很高的几率只接受现金，而且还是无法找零的那种。除了以上这些，有些地方在没有事前预约的情况下，支付入场券时也只能接受现金方式付款。比如仙台的八木山动物公园、松江的幼稚园、横滨的儿童之国类似地方。
虽然多数已经可以在现场使用其他方式支付，但还是建议事前调查好，才可以减少有钱却无法使用的情况哦。除了现金，使用银行卡也已经开始在日本各地渐渐普及。因此，习惯使用卡来支付的人应该会好奇，有没有什么时候用金融卡会比现金支付还要更方便的时候？虽然以个人经验来说，还会遇到只接受卡却不能使用现金付款的场所。在这边就分享一些个人觉得比较适合使用金融卡结账的情况吧。如果有打算在 Uniqlo、无印良品、韩基科德或是在其他地方采购大量商品，并消费都是以日万元为单位计算时，使用金融卡支付肯定是比较推的选择。但是考虑到不同国家、不同银行会有不同的汇率，所以还是需要了解在国外消费时会产生的多余费用，比如手续费、国外交易手续费、金额限制、汇率等，才可以决定哪一种支付方式 CP 值才会更高哦。日本拥有许多娱乐场所，比如著名的大阪环球影城、东京迪士尼、HIMLAB、任天堂博物馆等地方都可以使用金融卡线上付款，有的甚至只提供线上预约。在这些情况下，线上支付就成为了少数之一的选择。当然，像是 TeamLab 这种有限名额的地方，线上付款除了可以买个轻松，也可以买个安心。除了放假旅游、工作需求而来到日本时，也会推荐以使用金融卡支付为主，比如乘搭计程车，或者用餐结账时可以留下消费记录，这样可以为以后的报销带来很大的帮助。说到这里，应该会好奇，那么到底该带多少现金才会比较好呢？其实这取决于在日本旅游时所造访的地方。在像东京、大阪、京都这些观光热区，有大概率80% 以上的地方都能接受使用金融卡付款。但只要离开大城市，到了小镇或者在地的乡村景点，现金的使用率就会稍微增加。因此会建议使用7822原则，也就是78% 的地方可刷卡，其余的22% 极大几率需要现金支付。在7822原则的基础下，如果说金融卡的汇率以及费用都还不错的时候，我们会建议每天出门前每人随身携带至少1万日币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是一家3口，那带好3万日币会确保在重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应付1天的饭、交通以及景点门票，万一不能刷卡也有备用。另外追加一个关于新钞以及旧钞的话题，由于日本还是有一些贩卖机以及兑换机还没更新，所以不一定能吃新纸钞，因此在尽可能的现金支付情况下，会建议优先使用新钞。另外，如果身上零钱太多，很多便利商店或餐厅的自助结账机都可以一次投入一定数量的硬币，就算超额也不怕被吃钱。所以如果担心硬币太多携带不便，也可以考虑使用自助结账机来减轻零钱在钱包里的重量哦。总结来说，虽然时代已经走向电子支付，但是日本还是一个现金亲民的国家。虽然有许多店家以及设施已经升级，并可以接受现金以外的支付方式，但是还是会遇到出其不意的情况。因此有打算来日本旅游的话，现金就像是一个护身符，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确保还是可以畅通无阻的游玩。希望这些建议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有遇到以上类似的经验或者疑惑，欢迎在影片下方分享以及讨论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